吸血鬼悠闲地提着枪走出被包围的房间，全副武装的警察惊恐地朝他开枪射击。然而阿卡多的速度更快，瞬间屠杀干净了所有人，连撤退都来不及就被打碎了脑袋。走廊上满地都是血和尸体，电梯里的警察看着满嘴是血的吸血鬼朝他们走来，吓得急忙关闭电梯。而就在几人以为自己获救的时候，电梯门却突然又打开了。一人受到阿卡多的魅惑技能而狂按开门键，怎么扯都扯不开。而阿卡多近在咫尺，危急之下只好开枪射杀对方。而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之际，两把枪从缝隙里伸出，强行架开了电梯门，走了进去。阿卡多缓缓走出驻停的电梯，他的身后堆满了尸体。媒体和军队围在酒店前，追着警察突击部队进入已经过了5分钟，内部的情况依旧不明。突然，酒店大门碎裂，6个警察被扔飞出来，身体准确无误地插在了酒店门前的6根旗杆上。阿卡多缓步走出大门，身影如同一只巨大的蝙蝠，通过镜头传向世界。坐在监控器前的少校拍手称赞，多么漂亮的宣战，在生与死之间起舞的，游走于疯狂和理智之间的存在。而他们和阿卡多一样，都是非人的不死的同类。托巴卢卡从人群中走向阿卡多行礼，为了从他这里获得永恒的生命，警队的高层才会派出手下前来送死。这些人不过是托巴卢卡用来消耗阿卡多弹药的工具。大量的扑克牌从他体内涌出，将阿卡多面前的台阶砸出深坑。2个怪物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锋利的扑克牌如同可怕的刀刃，瞬间就切断了围观群众的脑袋。然而双方不在乎这些被波及的障碍物，阿卡多开枪打中了托巴卢卡的脖子，但对方的身体突然化成了扑克牌，消失不见。爆炸从阿卡多的脚下传来，托巴卢卡一弹指，扑克立刻将阿卡多团团围住。然而烟雾散去之后，原地只留下了一个深坑。阿卡多跳上大楼，朝着楼顶跑去，托巴卢卡也跟着跳上墙面，悠闲如履平地。吸血鬼阿卡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警局上层担心托巴卢卡出事，他们的永生美梦告吹，结果一扭头就被带着防毒面具混进来的佩尔纳德一枪爆头，杀死了帐篷里所有人后，佩尔纳德放下了炸弹，反手炸了指挥部，拿了报酬总该做点该做的事儿。跑到楼顶的阿卡多发现了事情的不对，他被扑克割伤的地方无法复原，鲜血流得满地都是，这并不是普通的部队。阿卡多终于猜到了对方的身份，由疯狂少校率领的非人军队，最后的大队。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疯狂，这一点让阿卡多瞬间兴奋起来。托巴卢卡甩出扑克，被阿卡多弹飞，他的身影再一次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持枪的塞拉斯。塞拉斯扛着机枪朝托巴卢卡疯狂扫射，密集的射击，托巴卢卡都只能尽力防御。子弹用完，塞拉斯立刻换上加农炮，一炮下去，周围瞬间被烟雾笼罩。阿卡多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满是眼睛的地狱犬朝他张开血盆大口。托巴卢卡一下就慌了神，被阿卡多找出机会踹断了左腿。托巴卢卡抄起扑克对上了阿卡多的手刀，恐怖的力量从2人对立的位置爆开，最终还是阿卡多技高一筹。僵持了片刻之后，阿卡多将扑克和托巴卢卡的整只左臂一分为2，他掐住托巴卢卡的脑袋，一口咬住对方的脖子，蓝色的火焰瞬间烧了起来。塞拉斯吓坏了，不过火焰燃尽之后，只有托巴卢卡被烧成了灰烬。而阿卡多也从托巴卢卡的血液中得知了最后的大队的目的。佩尔纳德乘着直升机来接2人，最后的大队飞艇返航，目标加布鲍之巢，敢阻挡他的人通通都得去死。少将刚下飞艇就被全副武装的军队团团包围。1941年德国战败之后，多数纳粹军官逃往南美，一个疯狂少校想要制造吸血鬼军团，但被当时的阿卡多和沃尔特联手摧毁。但少校并没有死心，为了成为吸血鬼长生不死，当时的梵蒂冈对他们进行了协助，并拟定了吸血鬼作战计划。而55年后，少校带着他的怪物军团最后的大队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负责迎接的中将嫉妒又不甘，抄起手杖对着少校一顿打，质问他弄这么多吸血鬼是要干什么，又为什么不把他也变成吸血鬼。然而还没等他嚣张多久，手杖就被少校的手下打断了。少校笑着站起来，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品尝无限战争的狂喜。阿卡多将最后的大队消息传给了因特古拉，梵蒂冈的13克已经将当年协助少校的人处刑，女皇亲自召开圆桌会议，因特古拉要求阿卡多立刻回国汇报情况，但阿卡多在刚才这边闹出了惊天动静，正在躲避，坐飞机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坐船最快也要1周，再加上阿卡多说什么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宝贝棺材，神父突然破门而入，二话不说就和阿拉多互殴起来，赤手空拳打得不爽，于是掏出了武器，塞拉斯想搞偷袭，被神父一
凳秒怂。不过神父并不是来找茬的，而是奉命接阿卡多回英国。这次女王召开圆桌会议，他们梵蒂冈也会参加，总算是赶上了圆桌会议。阿卡多和女王打完招呼之后，简短地说明了关于最后的大队的前因。曾被他和沃尔特联手摧毁的纳粹残党卷土重来，想要完成自己的疯狂实验。话音刚落，一个头顶帽儿的少年在没有惊动任何守卫的情况下出现在了会议室里。他是最后的大队派来的厄特使。少年将一台机器放在众人面前，画面中出现处于满地尸骸之中的少校。因特古拉质问少校的目的，少校却说自己根本没有目的，他只是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为了手段不顾目的的疯子。镜头里数个吸血鬼残忍分尸了侮辱过少校的将领，他们是第三帝国的亲卫队，疯狂对他们而言都是夸奖。少校猖狂地向整个英国向狂笑的阿卡多宣战，他们绝不放弃，无论多少次都会扭转结局。因特古拉毫不犹豫地让手下开枪，于是阿卡多一枪打爆了毛尔少年的脑袋，塞拉斯击碎了显示器，女王发出命令击败他们。视线来到最后的大队这边，被阿卡多打爆脑袋的猫耳少年薛定谔居然又毫发无伤地出现了。少校向全空中部队下令，目标英国伦敦。威尔士外海的一艘航母上，收到进攻命令之后，早就被策反的吸血鬼大夫带着2个手下杀光了一整舰的成员，并等来了最后大队成员瑞普。不过瑞普一登场就将新舰长和他的手下全部枪毙。纯粹的吸血鬼们从棺材中苏醒，占领战舰，无论杀多少次都会复活。最后的大队的可怕执念让阿卡多更加兴奋，复活100次就杀他101次，就这么简单而已。而且这一次不光是骑士团，13克也会参与其中。沃尔特问阿卡多为什么要把塞拉斯变成吸血鬼，阿卡多表示这是塞拉斯用自己的童真和意志做出的选择。在同伴全部都变成食尸鬼的地狱，塞拉斯知道自己一旦放弃就会被杀，拒绝放弃的时候，人就会成为超凡脱俗的群能生物。虽然塞拉斯到现在仍旧拒绝喝血，因特古拉割破了自己的手指，让塞拉斯给他舔，100%纯真的处女血总算缓解了他的饥渴。因特古拉让塞拉斯赶紧出动。威尔士外海的航母失去联络，估计又是纳粹搞的事儿。情报不断泄露，梵蒂冈已经第4次遭到了吸血鬼信奉者的袭击，对方的情报网几乎遍布全球。吸血鬼的目的是英国和阿卡多，根本没有将梵蒂冈放在眼里，这一点让安利克非常不爽，于是以教皇之命发动了动员令。骑士团集结，圣遗物第3课开始行动，对吸血鬼的武器也准备好了，他们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杀过去，最后站在擂台之上的赢家只会是他们。神父挂断电话，抄起砍刀杀光了包围他的吸血鬼。18小时前消失的英国航母在大西洋伯林顿海域静止不动，船上用血画着纳粹的旗帜，事态已经超过了英国海军的行动范围，对方至今也没有任何行动，只能看见甲板上坐着一个撑着太阳伞的人。现在为了镇压和调查， SAS 小队正乘直升机接近他们，但因特古拉却让指挥官立刻把人召回，不然就是去全灭的下场。话音刚落，直升机在航母上炸成了烟花，而攻击武器的居然是从甲板上发射的滑膛枪，这简直就是比手榴弹炸飞机还要离谱的事儿。确定是和吸血鬼相关的事后，因特古拉开始指挥骑士团行动，对方不主动攻击，但接近就会被打落，这是典型的诱饵，又不能放着不管，难保他们之后不会有其他动作。但不管是大型小型舰艇还是飞机都难以接近，因特古拉一时也没有好主意。阿卡多自阴影里现身，他需要的是导弹魔弹都不惧怕，能让他安全降落甲板上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且只有符合这一要求的机体。深夜，3辆战斗机朝着航母发射导弹进行突袭，在靠近航母的瞬间都被蓝色的线路笼罩，不管是导弹还是飞机，都瞬间被普瑞的滑膛枪所击落。普瑞在甲板上唱歌跳舞，突然像是感知到了什么一样，跪着大喊那个人过来了。航母雷达显示正有侦察机以2.5马赫朝他们接近，阿卡多驾驶着侦察机从空中急速俯冲而下，对方是想撞上航母。指挥室里顿时乱作一团，对空导弹立刻发动，火力全开。瑞普瞄准空中那一点红光，一枪射出，魔弹反复击打在了机身之上，随着一声巨响，侦察机在空中爆开坠落。然而一切还没完，拘束制式全部解放，阿卡多如同幽灵一样附在了整个机身上，在瑞普惊恐的脸色中直直砸向海中的航母。一声惊天巨响传来，航母上燃起熊熊大火，侦察机犹如一座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甲板上，摧毁了纳粹的标志。不死之王在大火中渐渐显露身影。